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刘宇宁最想合作的女演员不是李一桐、宋祖儿，而是谭松韵。这对个体户组合可能真能炸。在如今这个娱乐圈流量当先、资源至上的时代，有那么几位演员，他们的存在似乎有点格格不入。他们没有强大的资本背景，没有频繁的绯闻加持，也不靠热搜维持曝光。可偏偏他们凭着一股子野生生长的韧劲，一步一步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最近一段刘宇宁在直播中随口提到的言论，就让不少网友炸开了锅。他坦言，自己最想合作的女演员，其实不是那些和他频繁转绯闻的李一桐、宋祖儿，而是谭松韵。一句话，瞬间让无数 CP 党兴奋不已。在直播中，当粉丝问起你最想合作的女演员是谁时，刘宇宁没有犹豫太久，直接说出了谭松韵3个字。他还特地补充道，我特别喜欢她在《最好的我们》里演的耿耿，感觉那个角色太真了，就像现实生活里会遇到的那种人。双引号，这句话看似随意，却足以说明问题。刘宇宁不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夸赞同行，但这一次的语气格外真诚。他没有提及外貌、流量或合作热度，而是从角色塑造的角度去肯定对方。对一个演员来说，被同行认可不仅仅是一种赞赏，更是一种专业的尊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网友们纷纷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化学反应。细看刘宇宁与谭松韵，两人的成长路径有着惊人的相似点。刘宇宁出身辽宁丹东，早年靠翻唱视频积累人气，从街头驻唱一路唱进《生生不息》《天赐的声音》，再到影视圈稳扎稳打的演出《长歌行》《护心》等代表作。他没签约巨头经纪公司，也没有资本力捧的资源，属于典型的自我造血型艺人。而谭松韵走的更是十足的靠自己的路线，从《甄嬛传》里的纯儿到《最好的我们》中的耿耿，再到以家人之名归路，请叫我总监，他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。他没有依附流量男星炒作，也不刻意营造话题感，却凭借真实自然的表演赢得了口碑和观众缘。两人像是娱乐圈中两个孤独但坚定的旅人，靠脚踏实地和韧性，一步步攀登到如今的位置。所以当刘宇宁说想合作谭松韵时，许多网友感慨，这两个野生演员如果真搭上，简直就是灵魂契合。双引号。有趣的是，当网友开始脑补两人的合作场景时，竟发现他们气质的反差感太带劲了。刘宇宁身上带着江湖气和侠义感，他有那种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坚韧，也有舞台积淀下来的张力。无论是扮演硬朗的战士，还是冷峻的护卫，他都能让人一眼信服。谭松韵则完全是另一种存在，她的灵动与纯真，仿佛天生带着治愈的力量。她的笑容柔和又有感染力，让观众在她的角色中看到了生活的温度。一个刚毅，一个柔软，一个外冷内热，一个温婉坚定。这种极具反差的组合，往往最容易迸发出戏剧的张力。正如网友所说，如果刘宇宁是深山里的松柏，那谭松韵就是清晨的露珠，他们相遇的瞬间，就是一部戏的灵魂。双引号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杠精网友提出质疑，两人身高差太大，不搭。毕竟刘宇宁身高187厘米，而谭松韵才162厘米。但真正懂戏的人都知道，这种错位感反而是戏剧魅力的一部分。想想我的前半生李进东与马伊琍的对手戏，或是司藤李景甜与张彬彬的身高差，哪一对不是因为差异而更让人上头？谭松韵的小巧与灵动，与刘宇宁的高大和稳重，恰好能形成视觉层面的张力对撞。
如果真有导演敢把这对个体户组合放在一部戏里，光是同框画面就已经足够吸睛。自从刘宇宁点名谭松韵之后，网友们开始疯狂脑补各种合作题材。有粉丝希望他们拍青春剧，想看刘宇宁演那个沉默寡言、心事重重的音乐老师，谭松韵演开朗的班主任，俩人互相治愈那种。双引号。也有网友提议拍都市爱情，一个是从底层打拼出来的创业男，一个是独立温柔的策展人。现实向的爱情更能发挥他们的生活感。双引号。更有脑洞网友直接喊话导演：刘宇宁、谭松韵演古装武侠吧，一个浪子，一个侠女，江湖里的故事才配他们的气质。双引号。可以说，观众的想象力已经替编剧写好了半本剧本。从行业角度来看，刘宇宁与谭松韵的组合确实有市场潜力。首先，两人都有强烈的粉丝粘性，但都不是流量喧嚣型。他们的观众基础稳固，忠诚度高，这意味着一旦合作，观众群体会自然重叠，形成新的化学共振。其次，两人都有极强的可塑性。刘宇宁能唱能演，角色跨度大，从长歌行的好兜到护心的天耀，他已经成功实现了从歌手到演员的转型。谭松韵更不用说，她在不同题材中自如切换。在以家人之名里是温柔大姐李尖尖，在归路里是柔软坚定的初恋白杨，在请叫我总监中又变身职场女强人。她的演技兼具情感厚度与生活质感，这正是当下观众最喜爱的女性角色类型。业内人士分析，现在市场最缺的不是流量，而是能让观众信服的真情对戏。刘宇宁与谭松韵，一个擅长用眼神说话，一个善于用情绪感染，组合在一起既新鲜又自然。双引号。虽然刘宇宁公开表达了想合作的心愿，但谭松韵本人并未对此做出直接回应。不过，她近期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我喜欢那种不太会说话，但在角色里很真诚的演员。双引号。网友立刻开始解读，这不就是刘宇宁的写照吗？有人调侃，俩人这算是隔空心照不宣了。双引号。其实，谭松韵的性格一向低调，不炒话题，不蹭热度。她的沉默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态度。如果未来真有机会合作，她希望那是因为角色契合，而不是因为直播一个玩笑。假如有一天真的看到刘宇宁与谭松韵同框，那将是一场怎样的视觉盛宴？从戏剧表现来看，两人都擅长用细节传情。刘宇宁的表演有克制感，他擅长在少说话、多表达的空间里传递情绪。谭松韵则是以眼传情的代表，她一个抿嘴，一句轻声，都能让情绪层层递进。如果两人演情侣，那种温柔又压抑的暧昧感，恐怕会让观众嗑到疯狂。更何况，两人都曾在现实中经历过打拼与孤独的阶段，对角色共情的能力非常强。这样的演员组合，往往能让戏更有人味。网友热评：这对野生组合太真了。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上关于刘宇宁、谭松韵的话题已经悄然发酵。部分网友留言：终于有男明星不是看颜值选搭档，而是看演技了，好感加倍。双引号。一个不爱炒作的男人点名一个不爱炒作的女人，这种缘分比剧本还妙。双引号。希望导演能看到这条话题，给他们来一部现实向爱情片，绝对会爆。双引号。甚至有 CP 粉自发剪辑两人画面，取名《野生心动》，播放量一夜破100万。有人调侃，刘宇宁终于找到自己命定的戏伴，谭松韵这个名字一说出口，就像一盏温柔的灯。双引号。结语：他们的野生能量才是娱乐圈最珍贵的东西。
在浮躁的娱乐生态中，刘宇宁与谭松韵的相似气质，恰好代表了另一种方向。不靠炒作，不盲目追热点，而是用作品积累信任，用真诚换回尊重。他们或许没有耀眼的光环，但他们的野生能量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。如果有一天真的看到他们携手出演同一部作品，相信那不仅仅是演员的合作，而是两个灵魂的交汇。就像网友说的那句评论，他们不是最红的，却可能是最真的。双引号。而在这个真假难辨的娱乐圈里，能让人相信真的演员，本身就值得所有掌声。刘宇宁点名谭松韵，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噱头，而是一场真诚的呼应。他们都经历过沉默的努力，也都在用作品证明自己。如果未来真有机会合作，那将不仅仅是一部戏的期待，更是观众对纯粹演员精神的一次礼赞。